两兽一娘，纷纷的配色，这次的配置确实是拉满了。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是莫娜。那么距离上次懒惰的开箱也是过了好几天啊，那么这边也是加急的给它拼出来了。那么首先啊，大家也知道这次是两兽一娘，那么咱们就先来看这个鸡娘啊。那么鸡娘的头部的话是一个耳机熊耳的造型，再加上一个短发，整体的话是比较卡哇伊的，配色是白粉红。那么这个配色的话也是偏向于一个多巴胺的配色，充满了少女的气息。整体的话，腿甲、手甲是带有一定的武装，而面雕部分的话，除它一开始的那张脸，还有额外的4张脸型可以自行的选择。那我个人的话，还是喜欢这张我装在这个脸上的，小嘴微张，有一种没睡醒打哈欠的感觉。当然，5个空白面雕加上对应的水贴，上面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表情，大家可以自行的选择。那么这个系列依旧都是全新的素体，这次也是一样的，上半身的可动是十分可观的。这里有一点需要注意啊，就是手肘弯曲之后，这边收回的时候可能会挡住，需要注意一下角度来准确的收回。而这次的腰部方面的话，依旧是分为了两段式，上下两段，所以说它的弯腰幅度以及它的侧腰幅度都还算可观。同时旋转的话也是可以分为两段，都是360度旋转。而下半身的话，因为这个裙甲是完全不会造成影响的，所以说它的所有的腿部可动都是十分可观的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具体的可动范围。而本次也是提供了一个武装形态，需要拔插一下手臂及脚部的这个零件，然后将它替换上去。整体替换上去的话，就是一个熊的爪子跟熊的脚，上面还是有一些粉色的小脚印。那么替换了之后，也是不会影响具体的可动的，整体的可动还是如先前展示的那般。而懒惰这个少女呢，还附带了一个4肢可动的小熊玩偶啊，这个玩偶的话，也是可以直接通过连接安装在它的背上。手型方面的话，也是降温机的老传统了，给的又多，而且并且是一个软胶手型。同时，这次双手合并以及双手握持的手型都是有提供的。那么介绍完了懒惰本体，接下来就来到咱们的重头戏熊了，也就是憨妮抱抱。那么这次熊的这个体型还是比较大的，高度的话有22厘米左右，宽度也有17厘米，相当于是一个比较大的 MG 了。这边也可以拿出咱们的懒惰来进行一个高度对比。而这次的这个召唤兽上面也是带有了一定细节量的骨架的，全身都有，所以说这次的拼装体验还是不错的。而这次的熊外甲部分还附带了一定的展开机构，肩甲、胸甲以及腿部的这个推进器都是可以一定的展开，上面的话还会有一些预涂装的这些细节。而熊的眼睛呢也是有磁控灯组的，一碰就可以亮了。同时眼睛部分还可以通过替换键来改变它的表情。可动方面，头部的话这边是一个球冠，所以说有一定的活动范围。嘴巴这边是可以张开的，可以直接抠一下，这样它就可以张开了。手臂平台大约是在60度左右，肩胛这边是有一定的活动范围的，手臂360度旋转以及弯曲的幅度都是还不错的。而手腕这边还有一段额外的活动范围和旋转，手掌这边的话，5根手指头啊都是可以动的，也就是这个爪子可以动的，所以说也算是一个无指可动手。而随着这个大臂往前伸的话，这个背甲这边还会有一个联动的效果。腰部这边的话是分为了2段，上面一段以及下面一段，虽然是有2段啊，但是因为体型过大，所以说弯腰的幅度并不算很大。同时啊，它这个小裙甲的话也是有一定的可动的，后面的尾巴也是有一定的可动，可以旋转。在胯部这边的话是设立了一个下拉的机构，当然因为它这个体型过于大了，所以说尽管下拉了，但是这个腿部的可动范围并不算是很大。而腿部弯曲就比较有意思了，尽管它这个腿比较小啊，但是它还是设立了一个小的联动效果。同时啊，在这个底下的脚掌这边，左右的接地以及单独的可动也是有的。尽管它体型比较大啊，但是这个熊的可动还算是不错的，所以说与这个懒惰鸡娘搭配在一起，也是能组合出一些比较好看的姿势以及玩法的。那么接着咱们看一下这个炮啊，炮首先炮口这边是有一个磁控灯组的，同时悬在后面，前面的话会有一个展开的一个结构，底下这边有一个握持的一个接口，可以直接通过握持的手型握持在手上。当然，你也可以选择将它安装在这个背包的机械臂上面，按下后背的按钮，零件就会自动弹开，这边就会露出2个接口了，直接将这个背包就可以安装在这个接口上面了，变成2个火箭炮。接着还有一把步枪，步枪上面也是带有一性的透明件和涂装的，也是通过握持手型可以直接握持在手上。那么熊介绍完了，咱们就来看一下懒惰的另一位朋友，一个犀牛，名字叫椰子壮壮。他的身上是背负了一个重武器，中间一个加农炮，旁边还有加特林跟这种飞炮。
犀牛的高度的话，大约是在16厘米左右，同时啊，它的长度会比较长，在26厘米左右。而在犀牛的眼部这边，也同样是有一个磁控灯组，只要一碰就可以直接点亮。犀牛身上的话，也会有一些小的展开机构，里面也会有一些小细节点缀。犀牛的头部有这个避让的机构，所以说旋转、抬头都是毫无问题的。嘴巴呢是可以张开，里面安装了一个红色棒棒糖，可以取出啊。熊这边也是有一个黄色的。犀牛的4个这个铠甲是可以进行一个活动的，而视角转向侧面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后腿跟前腿的设计其实是有些不同的，后腿上会多出透明键以及 logo， 腿部这边的可动，整个的旋转平台，同时还有脚部这边的旋转弯曲都是有给到的，并且啊这次在这个脚上面的脚趾也是有单独可动的。腰部这边是比较有意思的，咱们可以直接将这个腰部进行拉开，然后拉开之后就可以增加2段的这个腰部可动，进行一些腰部的造型。尾巴这边也是可以自由的活动的，并且后面这个小飞轮也是可以活动的，小飞轮比较尖，建议是不要扎到手，并且随着尾巴进行展开，腹部这边还会有一个联动的弹出机构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然后咱们就来到它的武器了，两边的加特林导弹，中间还有一个光束炮，咱们就分开来看，先看加特林啊，枪管这边的话是可以进行转动的，旁边的飞弹也是可以直接取下进行一个安装，飞弹这边的话是采用了一个透明件以及粉色的一个嵌套。接着就是这个光束炮了，这个炮的话上面是有很多红色的这个透明件点缀的，整体观感是比较好看的。同时啊，咱这个枪口的位置也是带有一个展开的机构，里面也是有这个红色的透明件的，就是很可惜这个枪的话是没有发光机构的。武器的安装方法，通过这个连接键，咱们将这个背上这个零件拆下，里面会有一个卡槽，直接将这个连接键安装在这个卡槽上就可以了。那么如果单这样看的话，是不是觉得这个犀牛玩法比较少啊？其实犀牛是有提供各种的武器配件，可以直接给这个熊作为一个武器拓展包啊，相当于一个移动的武器库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加特林可以直接安装在这个熊的手上，而在这个熊的手腕处安装一些别的配件，也可以直接将这个2个加特林啊安装在一只手上，也就是双持加特林。安装之后的效果大概是这样子的。而光束炮的话，也可以安装一个握把零件，并且两边这个孔洞也可以用这个零件来遮盖住，这样整体的话就可以变成一个握持的一个手持光束炮了，可以直接安装在熊的身上啊。全副武装，但是有一点需要说明啊，因为这个武器是比较重的，所以说握持的话会有一点点不举的。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，两兽一娘，懒惰，不知道这款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制作视频不易，希望大家多多3连，咱们下期再见。